好久不见，是吗？你这料子可不寻常啊。听说国公府上的大小姐自幼不得宠，无人教导，行止粗鲁，又相貌平平，韩二夫人才不让她出来。他人府邸之事，本王并不知晓，只是听闻晋国公府归甚严，应当不至于。宁侯世子还是勿要以己之心，妄以他人之事。女儿见过父亲、母亲。哎，这位是大小姐吧？怎么这么瘦小？看起来才和五小姐差不多大呢。宁侯夫人向来是个喜欢挑事的，这是在讽刺我苛待嫡女。莫姐儿素来就是个挑嘴的，谁都拿这丫头没办法。莫儿也累了，快坐下吧。所幸刚刚让西凉莫来前，马姑姑早给她准备好了新衣服，不至于像上次一样被御史夫人抓住漏洞。不知莫小姐平日都读些什么书，玩些什么呀？莫儿平日读书不多，跟着姐妹读些女则、女诫、女训。针线闲暇时也看些四书、女史，以识礼之事。好，好，好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果然是个知书达理、温柔贤德的，不愧是兰大夫人的亲女儿。不像某些人，自诩才女，却丝毫没有女子的半点规矩。哼，西凉墨这贱蹄子，竟敢信口开河，累得我和仙儿被嘲笑。什么兰大夫人，我才是西凉家的大夫人。墨姐当然是有贤德。对了，你可将四妹的房间打扫好了，别让夜壶的尿味熏着四妹啊。怎么会这样？真是没脸没皮！夜壶怎么会如此啊？这家人这媒体社长，你怎么能干这种事？啊，真是丢人！刚刚分明是西凉墨绊倒我，害我被西凉丹打了一顿，他还敢在这里出风头。双儿，我原本以为西凉丹够蠢了，没想到物以类聚，竟然还有更蠢的。西凉商想把我踩成下人，也不想想家丑不外扬。韩夫人和建国公怎么会愿意被人指指点点？始终有皇香温习，孔融让梨。四妹妹这些日子身子不适，我身为长女自当以身作则，疼惜幼妹，事急而已，又哪里担当得起贤德二字？如今四妹妹身子大好，能让父亲母亲宽心，也是我身为长姐的本分。早闻西凉墨是最不受宠的女儿，没想到这李叔气度如此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啊！长女能贤孝若此，晋国公家好家风啊！也不知哪户好人家有福气，能娶得这样的贤女回家。啊，各位谬赞了。墨姐儿，墨姐儿原来这样机灵，真让本县主惊讶。哪里，不过是前几日去采花，在辅郎私塾外面听见教书先生说故事，白嬷嬷说我要是能讲2个故事，人家就会觉得我很聪明，才能讨个好人家。想嫁个好人家，便老实的在四妹身边伺候。待四妹定了亲，我自会向母亲讨个恩典，让你做个富户奶奶。原来是有人教导，哼，果然还是我高看了这蠢丫头。她要是太过机敏，就真的留不得了。小姐，县主怎么能让您嫁个富户？您才是真正的嫡长女。不说皇家，总得配个侯家世子啊。想什么呢？我没上族谱，算什么嫡长女？至于什么王爷世子，家中妻妾成群，嫁过去也不见得多好。我倒宁愿嫁去那小康之家，平淡度日，夫妻长久。啊，那德王府的小王爷是京城第1家公子，小姐也不喜欢吗？那种空有皮囊的货，说不定败絮其内呢。而且要是好看能当饭吃，你看了王爷这么久，我这里的桂花丸子也不用留给你喽。
哎呀，小姐，我错了，你还藏了什么好吃的？我也要嘛。没想到小小一个不得宠的庶女，能把以才智闻名京城的端阳县主骗过，还把本王贬得不如一介平民，有趣。若是得小王爷看上了别的女子，不知道西凉丹会不会气得疯掉呢？